成功级护卫舰能和佩里级一样坚挺吗？如果问火力军本月的重头戏是什么，除去俄乌战场，火力军一定会说环太军演2022。来自28个国家的士兵来到美国面基，想想就刺激。这次环太军演有38艘水面舰艇、4艘舰艇和170多架飞机参与，动员的总兵力也达到了2.5万人。演习时间则是从6月29号持续到8月4号，算一下时间，其实已经接近尾声。在环太军演2022里，最让火力军惊讶的，其实不是美国以及盟友的实力，毕竟已经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火力军最惊讶的是佩里级护卫舰坚挺的时间。参加环太军演的部队整合之后，就开始了演练科目实弹射击。美国特意从仓库中拉出来一艘佩里级护卫舰当作靶船，也就是这艘佩里级护卫舰刷新了火力军对美制军舰的认识，实在是太坚挺了。之前美军也特意公开了这段视频，意思很明显，表示自家的军舰有多强。按照视频来看，佩里级护卫舰是被3枚鱼叉、1枚飞鱼、N 枚炸弹以及一个 MK48 重型鱼雷才炸沉。在实弹射击中，率先出手的就是加拿大，它的 FFG-338 温尼伯号护卫舰发射了2枚鱼叉导弹，同时美国的 P-8A 反潜巡逻机也从空中发射了1枚空射版鱼叉，这3枚鱼叉都是直接命中佩里级护卫舰。紧接着马来西亚上场了，雷克号导弹护卫舰发射1枚法国造的飞鱼导弹击中靶船，随后美国的超级大黄蜂和 F-35C 从林肯号航母上起飞，投放了一大堆的激光制导炸弹。这还不是小直径的 JDAM， 这3轮过去之后，佩里级已经被炸得差不多了，但是还没沉。最后还是美国的攻击核潜艇发射了1枚 MK48 重型鱼雷，才彻底击沉了这艘佩里级护卫舰。看着这个画面，火力军直呼好家伙，真坚挺。问题来了，为什么这艘佩里级那么硬？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当初俄罗斯的莫斯科号被2枚海王星干沉，佩里级护卫舰本身其实并不大，这次做靶船的是一种加长舰型，满载排水量4100吨。之所以那么抗揍，其实还是它是一个靶船。作为靶船，首先肯定是先清空燃油、弹药这些易燃易爆的物品，这就没办法引发殉爆。之前莫斯科号被炸沉最大的原因就是引发殉爆，大火无法被扑灭。而在之前，美军就对佩里级的舱室进行密封，想沉下去也比较难。当然，外因是一方面，本身的性能也是一个问题。经过这么大一轮的狂轰乱炸之后，还没沉下去，也能够说明佩里级护卫舰的结构设计和建造质量还是过硬的。佩里级虽然只是一个护卫舰，但是在美国海军的装备序列里，地位比驱逐舰、巡洋舰都高。2005年，美军就将吨位更大、反潜性能更好的斯普鲁恩斯级驱逐舰全部退出现役，甚至将5艘装备了宙斯盾的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也踢出现役，而佩里级护卫舰一直服役到2015年。当然了，这里面也有年限的问题，但是作为一款低档的军舰，能熬死巡洋舰已经够吹好几年了。在建造佩里级的时候，美军就很注重成本。佩里级的子系统都采用了先进的成熟系统，或者与其他舰艇通用的系统，但是偏偏性能还不错，特别是生存能力。佩里级护卫舰是美军第一种在舰上关键部位附设凯夫拉装甲的水面舰艇，在设计上也兼顾了3防能力。佩里级的生存能力不仅是当作靶船，在实战中也一样。1987年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的幻影 F1 战斗机发射2枚飞鱼反舰导弹，击中佩里级护卫舰斯塔克号。第1枚飞鱼导弹穿入斯塔克号左舷，虽然没有引爆，但其燃料造成火灾。第2枚飞鱼导弹则命中舰首舰桥附近，在士兵驻舱引爆。被导弹命中后，斯塔克号左舷进水倾斜，火灾铝合金制造的上层结构剧烈燃烧并融化变形，数个舱室被破坏，舰上指挥通讯设施也都被摧毁，暴露在甲板上的消防主管线也被破坏，但是没有命中油料、动力系统之类的重要部位，自己返回了美国佛罗里达母港进行维修。
第二年，同级的罗伯茨号又在波斯湾水域遭伊朗布设的水雷攻击，船体虽然进水了，但是没有倾覆，并且还没有人因为爆炸而阵亡，只有10人受伤。可见佩里级的硬度。佩里级的服役生涯也可以理解为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美国海军就发现自己必须要转型了。由于二战时期留下的多余装备过剩，此前已经吃了20多年的老本，加上越南战争的资金投入，没钱了，海军新型舰艇的采购肯定就没办法了。苏联海空军力量则是与美国相反，毕竟是举全国之力搞军事装备，拿着牛奶和面包换钢铁，处于狂奔式扩张。看苏联的海空实力越来越强，美国坐不住了。为了保持自己的海上优势，制造了很多经典款装备：尼米兹级核动力潜艇、反潜性能强大的斯普鲁恩斯级驱逐舰，以及带有宙斯盾系统的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与这些大哥相比，佩里级护卫舰肯定不如他们受宠，受到的轻视和非议也最为严重。特别是佩里级采用的单轴推进，一直争议不断。火力军这里为佩里级解释一下，单舵设计是将全舰所有推进设备都集中在一个机舱内。假如这个舱室被敌方鱼雷或榴弹击中，将导致全舰失去动力，成为活靶子。当然，这样的质疑从理论角度讲，的确有些道理。将鸡蛋都放在一个笼子里，显然可能会被对方一锅端。对此，火力军只能说，单轴推进和双轴推进其实是半斤八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种护航驱逐舰的排水量基本都超过了5000吨。就算是更耐用的双轴推进方法，在受到动力部分的撞击后，不是动不了，就是原地沉没。即使是阿利伯克挨上一枚鱼雷，也是凶多吉少。驱逐舰都这样了，更别提护卫舰了。双轴的成活率并不比单轴的成活率好多少，但单轴可以显著节省成本，省钱还好用，正中当时美军下怀。解释完了，咱们言归正传。佩里级护卫舰在火力军看来可以说是美国海军升级的标志。在此之前，在航母舰队的火力配置中根本没有护卫舰的位置，航母舰在机之外的区域防空职责都是交给巡洋舰和导弹驱逐舰，担负外层反潜任务的护卫舰防空能力基本可以忽略。就比如在60年代开始服役的诺克斯级，就靠一个尾部的海麻雀来对付空中目标，而佩里级护卫舰在设计的时候就打算标准一暴揍轰炸机与反舰导弹的事。佩里级也能掺和一脚，虽然需要和鱼叉反舰导弹共用 Mk13单臂发射架，但超音速的标准一本身就具有反舰功能，所以并不影响佩里级在第一时间攻击其发现的水面目标。而且以前的标准导弹最低就是部署到驱逐舰，从这方面看，佩里级护卫舰已经是 VIP 待遇了。当然，佩里级的最大职责还是反潜。封闭式机库设计和较大的停机平台，让这种4000吨级的护卫舰可以同时操作2架中型反潜直升机。早期批次还只能支持性能稍差的 SH-2 海妖，后期加长版完全可以部署强大的 SH-60 海鹰，2台 LM-250-030燃气发动机作为动力来源，可以让佩里级以20节的巡航速度连续航行8300公里。船上的 SQS-56 固定声呐和 SQR-19 拖曳声呐可以保证自己发现敌方潜艇，然后再以超过29节的最高时速奔赴战场。在实战部署中，佩里级能与诺克斯级护卫舰搭配使用，不仅是在发现潜艇后进行联合攻击，还用各自的防空导弹掩护对方。佩里级的标准一负责区域防护，而诺克斯的海麻雀导弹拦截近程威胁。而且标准导弹的加入也能提升航母战斗群的防空实力。既然佩里级护卫舰性能那么完美，为啥美国要退役它，而不是像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一样不断优化改进？火力军认为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年限和性能。佩里级护卫舰已经服役几十年了，舰体腐蚀老化、主要受力构件疲劳等内伤估计不会少，而且采用了铝合金制的上层建筑，耐火性一般，一旦被导弹击中容易起火燃烧。铝合金制的舰体设计已经被现代主流战舰所抛弃，而且还不会隐身。佩里级护卫舰设计于上世纪70年代，没有考虑到雷达隐身的需求。
上层建筑、舰载武器和雷达以及横架式桅杆暂时很难隐蔽，一旦被发现，逃生的概率恐怕不高。最主要的是，佩里级搭载的单臂式防空导弹发射装置的反应时间和发射效率偏低，与现在主流驱护舰采用的垂直发射装置相比，已经有了代差，难以适应现代高强度海战的防空需求。如果说巡逻警戒、中近海反潜、联合演习等这种中低强度的作战任务，老旧的佩里级护卫舰还能掺一脚，那么面对高强度的现代海空战，想依靠70年代的反潜设备去对抗20世纪初期服役的潜艇，基本没啥可能。升级改进确实是可以，但是没啥必要。改造阿利伯克和建造航母经费也剩不了多少，而且归根结底，佩里级性能也不够先进，毕竟经费在那儿摆着，没有隐身设计，改进的价格其实就跟新造一艘差不多。而且这个时候，美国已经开始玩滨海战斗舰了，自然就没佩里级护卫舰啥事儿了。不过淘汰归淘汰，这不是说性能不好，只是说美国用不到了而已。现在用佩里级护卫舰的也不少，而且还有很多异父异母的兄弟。作为美国战后建造数量最多的护卫舰，佩里级在现役期间就已经播种世界了。除了美国海军自身，作为其盟友的西班牙也选择采购佩里级护卫舰。当时的西班牙海军完全以美式标准构建自己的反潜舰队。澳大利亚也购买了6艘佩里级，并命名为阿德莱德级。使用标准2防空导弹取代了原先的标准1，然后又在船头位置加了8单元的 Mk41 垂发系统，可以使用 ESSM 改进型海麻雀导弹，这让阿德莱德成为佩里大家族中的防空火力王者。直到2018年才彻底被新服役的霍巴特级驱逐舰替代。而台湾则是在90年代引进佩里级的技术，建造了8艘成功级护卫舰。1981年，台湾打算自行建造海军的主力战舰，开始进行中义计划。只是当时台湾造舰能力有限，并没有建造大型主力战舰的经验，最终中义计划取消。1984年，台湾启动光华计划，依旧是不甘心，打算继续建造新舰取代扬子号驱逐舰。在综合评估了德国 Miko 级、意大利西北风级和美国佩里级巡防舰之后，最后决定以佩里级为母舰进行仿造生产。成功号是该计划的首舰，单舰造价6.5亿美元。佩里级护卫舰排水量是3638吨，美海军共有81艘，是80年代美国海军费用限额设计的产物。但是台湾的要求不一样，反潜反舰都要兼顾，防空也是越强越好。总结下来就是武器装备多而且全能，所以台湾就在佩里级的基础上做了很多改进。比如成功级护卫舰增加了武器负载，虽然舰体的主尺度没有多大变化，但满载排水量相应增加到了4105吨，加大了舰体钢板厚度，主要为了解决5倍增加后重心上移的问题，同时还考虑到防弹抗爆能力，改善了对空搜索雷达性能。新型雷达采用了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加装了2座4联装台湾科学院研制的雄风2型，最大射程148公里，增添了2门瑞典伯福斯单管40毫米炮，专门对付快艇与小型舰艇。从综合作战能力来看，成功级护卫舰与其前辈佩里级护卫舰相比，虽然在防空能力上有所降低，但在反潜和反舰作战能力上更强。在舰艇这方面，估计成功级更强。成功级护卫舰在材料上升级了一下，在设计上估计没有佩里级好，毕竟性能改了一部分，但是吨位增加了一点，相对而言抗揍能力也会提升。不过想跟环太军演里佩里级一样抗揍，没啥可能。除了成功级护卫舰，台湾还买了2艘佩里级护卫舰。在美国海军服役的时候，美国海军舰艇已经是宙斯盾化。佩里级舰首的 Mk13 导弹发射架已经拆除，换成了 Mk38 25毫米小口径舰炮。也就是说，台湾海军引进的退役的佩里级是没有防空和反舰能力的。不过没关系，缺了那就再加上去呗。顾客就是上帝，在军备购买这里也能说得通。一个 Mk13而已，说加就加好吧。所以台湾买了之后，美国又根据台提出的要求，从库房里翻出2套早已淘汰的 Mk13型单臂式发射架装了回去。这个发射装置虽然可以共架发射鱼叉系列反舰导弹，在武器性能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在台湾海军不断强化反舰反航母的需求下，佩里级也加装雄风3反舰导弹，依旧具备还具有不错的反潜和电子战能力。4000多吨的小身板可以搭载2架海妖反潜直升机或更先进的海鹰反潜直升机，两者的活动半径都达到了150公里左右。通过携带的吊放式声呐和磁探仪击载反潜鱼雷或深水炸弹，可对潜艇形成严重威胁。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售台的佩里级护卫舰上，美国还顺带给了一点小福利，在电子设备上留了一手，搭载了先进的 SQR-19 拖曳线列阵声呐，被动探测距离70海里，保留了与 SQQ-89 舰载综合反潜作战系统，可发现和攻击更远距离上的潜艇，保留了 AN/SLQ-32 型舰载电子战系统干扰机，以应对各式反舰导弹，自卫能力有了很多提升。一般装备护卫舰的 SLQ-32 电子战系统是低端型，并不包括电子干扰机。带有干扰机型的主要装备航母、两栖舰等主力舰上，卖给台湾的佩里级护卫舰就享受着主力舰的待遇。那么对于台湾而言，佩里级护卫舰有什么作用？火力军只能说用处大了。这种反潜、反舰、防空兼备的小型军舰数量越多越好。对于处于守城方的台湾而言，吨位大其实没啥用，毕竟总不能开着驱逐舰走到别人家门口，所以更多的还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步一步瓦解敌人的攻势。至于数量越多越好，火力军指的是相同级别的军舰。对于台湾而言，军费的花销也是个问题，毕竟想要获得现代化的装备就需要花钱，买防空导弹、反舰导弹，自己研发点战机，花钱如流水。建造型号相同或者类似的军舰，在研发、维修以及后勤方面就不会有很大的压力。至于美国海军自己，也在21世纪后就逐步退役或降低佩里级的使用次数。在大量伯克级驱逐舰服役的情况下，舰队防空已经不需要由老式的标准仪肩负，部分成员被逐步卖给其他人，并且拆除了 MK-13 单臂发射架。除了继续执行一些反潜任务，晚期的佩里级主要负责近海巡逻与拦截小型舰艇。部分船只的舰首安装了 MK-38 25毫米机关炮，并辅以舰载直升机发射的小型企鹅导弹。这也符合美国当时的转型理念。佩里级最后阶段的部署，完全可以看作是在适应即将大量服役的滨海战斗舰，所以两者的任务和武装级别很相似。到2015年10月，最后一艘佩里级退役封存，美国海军阵中就暂时不再有护卫舰这一舰种。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认为成功级护卫舰在台海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如果内容有不对的地方，也欢迎各位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